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期权。今天的内容依然是分成两部分，前面继续给大家介绍期权的基础知识，在视频的后面会给大家再分享一个适合新手的期权策略。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利用期权抄底股票，利用卖出看跌期权的策略，既能多拿权利金，又能很好的规避抄底在半山腰的风险。如果对上期这个策略还不理解的朋友，可以去播放列表里面回顾一下上期的策略。没订阅的朋友可以先点击订阅关注，这个频道会持续更新和期权相关的知识，以及美股投资类的相关教程。那开始之前，刚好拿最近我实际操作的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复习一下上期的策略。前几天英伟达财报前，我用这个策略在股价44块钱的时候卖出了一张24号到期，执行价格为43块的2倍英伟达 NVDL 的看跌期权。在财报前，由于极高的隐含波动率，导致24号到期的期权比平常的价格高出了很多。本来只值100-200的期权，当天溢价达到了431块。所以这时候，如果我们通过买期权去赌财报是非常不划算的，因为即便股价不涨不跌，财报后由于隐含波动率的下降，都会损失很大一部分的权利金。所以在期权价格高的时候，非常适合我们去卖出期权。于是我当天卖出了这张看跌期权。之前我们讲过了，卖出看跌其实就是看涨的意思。卖出后我收取了431的权利金，等于空手套白狼做了这个交易。当然账户里需要有足够的保证金，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详细说。卖出这张24号到期，执行价格为43的 NVDL 看跌期权，对于我来说损益情况是怎样的呢？如果财报后股价大于43，对于我来说可以稳稳的拿到这431块的权利金。如果股价刚好下跌到43，那这个时候上期我们也分析过，我们不会被行权，因为市场上到处都有，没必要找我们来行权，所以这431的权利金也基本稳赚了。如果股价下跌到43以下呢，我们需要以行权价43买入100股 NVDL 正股，但是呢，我们之前还赚了431的权利金，所以这还是很划算的。举个例子，假设股票价格下跌到了38，那我们需要以43的价格买入100股 NVDL 正股，本来3800就能买100股，现在需要花4300来买，看起来是亏损了500块。但是呢，我们之前还收取了431的权利金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仅仅多花了69块钱。但是呢，关键点来了，股价跌到38块，这时候其实股票价格已经下跌了13.6%了。那由于我们的标的是2倍英伟达，所以对应的英伟达正股到时候应该下跌近7%左右。即便英伟达业绩再不如预期，下跌个10%了不起了，我们把风险降低了近7%，所以这个策略失败的风险并不大。如果下跌是7%以内，我们不仅不亏钱，反而还有收益。所以这个策略对于新手来说是既安全又友好的。如果不懂如何操作的，或者您是第一次打开这个视频，可以到我的期权播放列表里找到上期的视频，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方法。那实际上到底如何呢？几天后，英伟达财报远远高于预期。那天开盘，我看到卖出这张期权的价值仅仅剩下0.1左右了，一张只需要10块钱左右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没必要等到24号到期了，直接花10块钱平仓了这张期权，当天权利金就到手了。这方法要比直接买 call 买 put 安全多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再给大家分享另一种卖期权的策略，背对看涨期权 covered call。因为我们的视频定位是能让零基础的朋友也能懂得如何操作，所以介绍这个策略之前，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些关于美股期权的基础知识。今天我们介绍实值期权、平值期权和虚值期权。这几个概念看起来挺复杂的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很容易理解。实值期权就是行权价小于当前标的股价的看涨期权，平值期权呢，就是行权价在当前标的股价附近的期权。虚值期权呢，就是行权价大于当前标的股价的看涨期权。那对于看跌期权呢，只要反过来就是了。那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，这张图呢，就是英伟达的期权页面。那这个密密麻麻的都是数字的部分呢，我们叫做期权链，也可以叫梯形期权链。
中间这串数字呢，就是期权的行权价，梯形的左侧呢，就是看涨期权 call options， 右边呢就是看跌期权 put options。那我们看一下中间位置，行权价在 1064.96 这个位置，那这里呢就是当前英伟达正股的价格对应的期权。由于行权价往往不会和股票价格完全对应，所以只要在这个价格附近的，我们都可以称为平值期权。那平值期权上面的部分，对于看涨期权来说就是实值期权，对于看跌期权来说就是虚值期权。那反过来，下面的部分也是一样，看涨期权就是虚值期权，看跌期权就是实值期权。从期权链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实值期权的价格要远远高于虚值期权，越是深度虚值期权，价格会越低。这点我们以后讲解期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时候会详细说明。那这部分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础知识：实值期权、虚值期权和平值期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一下今天的期权策略 Covered Call 背对看涨期权。如果上期的策略是让我们如何抄底，那今天这个策略就可以帮助大家择机更好的止盈。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，经常为卖飞股票而捶胸顿足，在股票上涨的时候往往拿不住股票，那背对看涨期权呢，就能有效的帮助我们减少卖飞的损失，尤其是对那些涨跌幅度比较小的标的，这个方法效果会更好。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自己计划的止盈点位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能不断的收取权利金。有人把这种长期持股然后卖 call 的行为比喻为收租金，其实再形象不过了。Covered call 首先需要我们手里有至少100股股票，因为一张期权至少代表100股正股收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卖出了一张看涨期权以获取权利金。大家可以把行权价格设置到我们内心计划要卖出的价格，比如你计划英伟达涨到1200就卖掉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行权价设置到1200。那为了让权利金多一点，我们可以把时间设置的稍稍长一点，比如设置到1个月以后。从这张图可以看出，1个月后到期的1200行权价的英伟达看涨期权的价格是13块，那卖出后我们可以收取1300的权利金。那期权到期后，如果股价没有涨过行权价1200，那我们的收益就是1300全部的权利金。这时候正股还在我们手里，和收房租一模一样，每个月我们都可以这么操作。如果股价到期涨到了1200以上，那1300的权利金还是我们的，但是同时买家行权，我们要以行权价1200的价格卖出这100股的英伟达。那我们不仅以自己计划的价格卖了股票，同时还多赚了1300的一个权利金。如果股价一直涨不到1200，那我们就可以反复做这个动作，反复赚取这个权利金。那总结一下，这个策略，股价上涨能让你按照自己计划的一个价格出售股票，股价下跌能让你回避一部分的损失。当然，所有的策略都是有自身的局限性的，比如股价大幅下跌，我们收取的权利金没办法对冲正股下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。如果股价大幅上涨呢，我们也只能把股票卖出我们的计划的价格，从而损失部分涨幅的一个收益。所以如果你手里有一直长持的股票，并且股票价格波动并不是很剧烈，我们是可以用这种策略的。对于大幅波动的股票或者正值上升周期的股票，使用这个方法前还是需要谨慎考虑的。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您对期权感兴趣，欢迎您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视频哪里说的不是很清楚，或者有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家积极评论指出。视频里提及的所有股票买卖均是随机选择的例子，还请大家不要盲目抄作业。如果大家对视频有什么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小人物愿和大家一起成长进步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